朋友们，我是顾言。前几天听到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消息，咱们小区隔壁楼的一位阿姨，才51岁，就因为吃药时候没注意几个细节，突然就离开了。这件事在街坊邻里间传开后，好多人都心里一紧，阿姨平时看着身体挺硬朗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后来听医生仔细一说才明白，原来她那天吃完降压药后，像往常一样喝了杯浓茶，又吃了些咸菜，结果药物和这些东西在身体里起了冲突，引发了严重的中毒反应。其实啊，像阿姨这样的情况真的不是个例，很多高血压朋友在吃药过程中都容易忽略这些看起来平常却暗藏风险的生活细节。你可能不知道，降压药本身是安全的，医生开药的时候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但是啊，这药进了咱们身体之后，要是碰上了不该碰的东西，那可就完全变了性质。这就好比好好的食材，如果搭配错了，也能变成伤身的食物一样。医生们再三强调，吃完降压药之后，有4样东西是千万要避开的，否则不仅药效大打折扣，还可能给肝肾带来沉重负担，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中毒，威胁到生命安全。今天我就把这些知识细细的说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能认真记下来，更要转告给家里需要吃降压药的长辈们。如果您觉得我讲的在理，请在评论区打个支持，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欢迎您分享自己的看法或计划。首先啊，这降压药和高盐食物真的是冤家对头。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个习惯，吃完药觉得嘴里没味，就喜欢顺手拿点咸味零食，比如话梅、薯片，或者晚上吃碗泡面当宵夜。阿姨出事那天，就是在服药后吃了不少咸菜。你可能觉得吃点咸的能有什么大问题，但医生告诉我们，这个细节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危险行为。高盐食物进入身体后，会导致血压快速反弹，你刚吃下去的药效果就被抵消了一大半。有研究数据表明，高盐饮食能让血压比正常情况高出5到7毫米汞柱。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大，但对血管的冲击却是实实在在的。更重要的是，在服药期间摄入过多盐分，会影响药物的正常代谢过程。肾脏在处理药物的时候，同时还要应对大量的钠离子，负担一下子就加重了。长期这样下去，肾脏功能就会慢慢受损。而肾脏又是调节血压的重要器官，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医生说啊，这种吃药后马上吃咸的习惯，比偶尔忘记吃药还要伤身体。忘记吃药只是一次药效缺失，而药物与高盐冲突却是在持续伤害身体机能。所以啊，如果你或家人正在服用降压药，一定要把家里的咸菜、酱料、加工肉类这些高盐食品管理好。服药前后2小时内，尤其要注意清淡饮食。其次要说的就是酒精这个隐形杀手。咱们中国人讲究无酒不成席，很多叔叔伯伯觉得喝点小酒舒筋活血，就算在吃降压药，遇到聚会场合也难免喝上几杯。阿姨的丈夫后来回忆说，其实出事前几天，他也曾在服药后喝过1小杯红酒，当时只觉得有点头晕。谁想到隐患已经埋下了。医生严肃地指出，酒精绝对是降压药的大忌，不管是白酒、啤酒还是红酒，都会严重干扰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这其中的原理是这样的，酒精进入人体后，肝脏就要优先处理它，就像工厂的生产线突然插进了紧急订单一样。这时候，降压药的代谢就被迫推迟了，药物在血液里的浓度会异常升高，容易引起中毒反应。有研究跟踪了50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发现在服药期间饮酒的人，血压波动幅度能达到 20% 到 30%， 这个波动对心脑血管的冲击非常大。而且啊，酒精还会刺激肝脏酶的活性，让药物被分解的速度发生变化，有时候分解太快导致药效不足，有时候分解太慢造成药物蓄积。我认识的一位心内科主任曾经说过一个真实案例，一位老伯吃完降压药后参加婚宴，喝了3两白酒，结果在回家路上突然晕倒，
送到医院时血压已经低到危险值，差点就没抢救过来。医生解释说，这就是药物和酒精双重作用下血压调节系统彻底紊乱的表现。所以如果你家里有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明确告诉他，服药当天和前后几天，最好一滴酒都不要沾，特别是白酒这种高浓度酒类，与降压药同服的风险系数是最高的。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安全防线。再来说说第3样要避开的东西，高咖啡因饮料。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朋友早上要靠咖啡提神，下午要喝浓茶解乏，年轻人还喜欢各种能量饮料。阿姨就有喝浓茶的习惯，每天下午都要泡一壶燕茶，她说这样才有精神做家务，但这个习惯很可能就是导致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医生提醒，咖啡、浓茶、能量饮料这些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会直接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交感神经兴奋起来，导致血压升高。你可能觉得奇怪，我平时喝茶喝咖啡也没见血压多高啊。问题就出在时间点上。如果在服用降压药后立即摄入咖啡因，药物正在努力让血压降下来，咖啡因却在使劲让血压升上去。这两股力量在身体里打架，最终受损的是我们的血管系统。数据显示，一杯普通的含咖啡因饮料能让血压在短时间内上升5到10毫米汞柱，这个幅度足以让降压药的效果大打折扣。更麻烦的是，咖啡因还会影响药物在胃肠道的吸收，有些药物成分会与咖啡因结合，导致真正进入血液循环的药量不足。我特意咨询过药剂师，他们打了个比方，这就像你要给一个漏气的轮胎打气，一边在打气，另一边却在放气，永远达不到该有的压力值。很多患者抱怨药吃了没效果，其实可能就是这些生活细节在作祟。医生们发现，临床上不少血压控制不理想的患者，都有服药后立即喝茶或咖啡的习惯。所以如果你有喝这些饮品的习惯，最好与服药时间错开至少2个小时，让药物先充分吸收发挥作用。特别是老年人，味觉退化后更喜欢喝浓茶，这个细节家人一定要多加留意。第4点要特别注意的是各种补品和中成药。现在大家保健意识都增强了，很多高血压患者除了吃医生开的药，还会自己买一些保健品，或者听朋友推荐吃些中药调理身体。阿姨的女儿后来回忆，妈妈前段时间确实在吃一种清血管的中药丸，说是老姐妹从国外带回来的。医生分析，这很可能就是诱发中毒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中药温和，保健品安全，却忽略了它们与西药可能产生的相互作用。比如说，有些补品含有较高的钾元素，如果与某些类型的降压药，像 ACEI 类药物同服，可能导致血钾浓度异常升高，引发心律失常。有些补钙产品则会影响钙通道阻滞剂类降压药的效果。还有像银杏提取物这类常见保健品，会影响血小板功能，如果与降压药同服，可能增加出血风险。研究数据显示，大约 15% 的高血压患者因为同时服用中药或保健品，出现了血压波动或者轻度的肾功能异常。这些变化初期可能不明显，但日积月累就会酿成大问题。医生特别强调，任何药物进入人体后，都要经过代谢、分布、起效、排泄这一系列过程，就像一个精密的生产流水线。突然加入其他成分，就像在流水线上随意添加零件，整个系统都可能乱套。所以如果你或家人正在服用降压药，又想同时使用其他保健品或中药，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或药师，最好能把现在吃的所有药物、保健品都列个清单，让专业人士看看有没有潜在冲突。这个步骤千万不能省，阿姨的悲剧就是最沉痛的教训。除了这4大禁忌，服药的时间和方式也有很多讲究。我陪家里老人去看病时，医生反复叮嘱，有些降压药要求空腹吃，吸收效果才好，有些则需要随餐服用，减少胃肠道刺激。如果搞反了，药效可能打3折。
阿姨的女儿说，妈妈有时图省事，把该饭前吃的药挪到饭后，觉得反正吃了就行。这个小小的偷懒，其实也在无形中增加了风险。研究显示，错过最佳服药时间，或者服药后立即吃大量油腻食物，餐后血压可能比平时升高10%左右。长期这样，心脑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说到这里啊，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习惯，定期监测血压。很多朋友觉得，我天天按时吃药，血压肯定没问题了，就不愿意经常量血压。其实啊，血压就像天气，每天都在变化，情绪起伏，饮食咸淡，睡眠好坏，气温变化，甚至上厕所用力太猛，都可能让血压产生波动。有项大规模研究发现，那些规律监测血压并结合生活方式管理的患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要比不监测的患者低20%到25%。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好习惯真的能救命。你可能不知道，家庭自测血压和医院测量还有区别呢。在医院里，很多人会紧张，测出来的白大褂高血压往往偏高，而在家里放松状态下测量的数值，更能反映真实的血压水平。医生建议，最好每天早晚各测一次，记录下来，复诊时带给医生看，这样医生就能更准确地判断药效，及时调整方案。阿姨家里其实有血压计，但她说看着数字心烦，经常1个月都不量一次。如果她能坚持监测，也许就能早点发现异常，避免悲剧发生。生活中的小细节也千万不能大意。吃完降压药后，最好不要马上进行剧烈运动，也不要突然从坐着或躺着的位置站起来。这是因为药物起效时，血压会有一个下降过程。如果这时候身体位置突然变化，容易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眼前发黑的情况。研究显示，降压药刚起效的半小时内，血压可能下降5%到15%。这时候要是去跑步、搬重物，心脏和脑血管的负担会突然加重，有些患者就会出现晕厥，甚至心律失常。我邻居王叔叔就有过一次惊险经历，他吃完降压药后觉得精神不错，就去小区里打篮球，结果一个起跳落地后直接晕倒了，幸亏旁边有人及时扶住，送到医院后，医生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运动后低血压，非常危险。所以啊，服药后最好休息半小时到1小时，让血压平稳下降。如果需要运动，也选择散步、太极拳这类温和的项目，并且要循序渐进，特别是老年人，起床时最好先在床边坐1分钟，再慢慢站起来，给血管系统一个适应的时间。说到这里啊，我想起医生的一句忠告，药物只是控制血压的工具，而真正决定健康的是生活方式。这就像给你一把好枪，但如果你不学会瞄准，不懂得保养，再好的枪也发挥不了作用。高血压管理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药物、饮食、运动、监测、情绪管理多方面配合。阿姨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就是只重视了吃药这一个环节，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协调。最近我和几位心内科医生交流，他们都提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因为药物与食物、饮品、保健品冲突，导致住院的高血压患者能占到相关住院人数的10%到15%。也就是说，每10个因高血压问题住院的人里，就有1-2个是因为这些细节出事的。这个比例真的不低啊。所以，把这些禁忌牢记在心，不是在小题大做，而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健康筑牢防线。最后啊，我还想强调一点，高血压患者一定要定期复诊。很多朋友觉得要一直吃着，血压量着也还行，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其实不然，降压药需要根据季节变化、身体情况、年龄增长进行适当调整，而且长期服药对肝肾功能的影响也需要定期监测。医生建议，病情稳定的患者至少每3个月要复诊一次，让医生全面评估身体状况。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水肿等不适，更要及时就医。阿姨出事前其实有过一些征兆，
比如最近常说累，脚踝有点肿，但他觉得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没有及时告诉子女，也没有去医院检查，这些被忽略的信号，最终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所以啊，咱们不仅要自己注意，还要多关心身边吃降压药的亲人，特别是独居的老人，子女要经常打电话问问身体情况，提醒他们按时吃药，注意禁忌。有时候一句叮嘱，一次陪伴，就能避免一场意外。我把这些知识写这么详细，高血压虽然常见，但管理得好，完全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生活。管理不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用药禁忌、生活注意事项，看起来琐碎，但正是这些琐碎，构成了安全的基石。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真正重视起来。如果你觉得这些知识有用，请一定要分享给需要的人，特别是家里有高血压患者的亲朋好友。也许你的这次分享，就能帮助到一个像阿姨那样需要提醒的人。健康这件事，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家人的关心、朋友的提醒、医生的指导，都是我们守护健康的重要力量。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知识和温暖的关系，筑起健康的防线。